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识。今天我将给大家解读《思考停滞病》这本书。首先，我要强调一下，我认为这次的内容非常有益。关于用自己的头脑思考，这一观点不仅在商业领域被频繁提及，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同样重要。当前的环境下，各公司都面临着巨大挑战，裁员和提高工作效率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趋势。与此同时，采用远程办公的公司也将不断增加。换句话说，那个依赖机械式思考、通勤、上班、检查邮件，只要在公司里待着，薪水就能自动进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无论是为了在工作上取得成绩，还是为了丰富个人生活，都需要进行独立思考的训练。那么，我们为何会陷入思考停滞的病态呢？如何培养自己的头脑思考能力呢？书中给了我们答案。简而言之，为什么我们的思考会停滞呢？让我们从为什么我们的思考会停滞这一点开始解释。首先，我们来定义一下思考这个概念。思考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，一个是物理大脑的活动，另一个是创造性问题解决活动。如果把前者的物理大脑活动称为思考的话，那么每个人都没有停滞思考。无论你多么想停下思考，大脑都在不停的工作，这当然包括学习的时候，也包括睡觉或者发呆的时候。即使在空闲时，大脑也在消耗能量；即使在没有进行思考的时候，大脑仍在进行信息处理。换句话说，在物理层面上，没有人是停滞思考的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看一下后者，创造性问题解决活动。在本书中，作者指出的停滞思考，是指这种创造性问题解决活动的停滞。创造性问题解决活动就是创意思维。大脑内发生的事情可以分为以下几类：分析、决策、解决问题、制定假设。作者之所以担心我们停滞思考，是因为大多数人都放弃了这些活动而活着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讨论了思考的两个模式，即物理大脑活动和创造性思维。现在，让我们详细了解为什么我们的创造性思维会停滞。原因有三个：一、学校教育和公司的洗脑；二、知识不足；三、缺乏明确的目标。我们来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三点。首先是第一个，学校教育和公司的洗脑。作者认为，由于学校的死记硬背教育，我们的思考已经停滞了。我们最后一次真正思考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？大多数人可能会想到学生时代，在学校或补习班里学习，回到家还是学习。为了高考、大学入学考试，几乎所有时间都用在学习上。然而，这里真的在思考吗？因为日本的学校教育体系本身并不是以思考为前提而建立的。日本的学校教育从小学到高中，只追求知识的掌握，每个人的成绩都是通过正确记忆被测试的，作为学历的判断。因此，作为高效的学习方法，记忆成为了主流。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内容被逐字抄下，经验过把教科书背得滚瓜烂熟的人也并不少。这是一个只需要死记硬背教育系统的例子。在这一方面，那么在美国的情况又如何呢？美国的教育与日本有着根本性的不同。知识的习得当然重要，但更为重要的是强调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，不仅是强调知道什么，更是强调自己是如何思考的。在课堂上，你经常会被问到在授课过程中你是如何思考的，为什么这样思考的，以及如果你是他，你会怎么做等等。老师不仅仅是传授知识，授课中的讨论也很常见。在日本和美国，教育体制的方针完全不同。日本注重死记硬背，而美国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。当然，死记硬背本身并不是坏事，获取知识是重要的，毕竟一切都始于记住不知道的事情。然而，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是不够的，只有能够独立思考的人，才能真正意义上说是在学习。说实话，这些话可能会让人感到有些刺耳，尤其是对那些经历过考试的人来说，考试最终决定于你知道还是不知道。换句话说，仅仅进行死记硬背，并不要求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。我们被学校教育迫使停滞思考，学校之后就是公司了。接下来我们将解释进入公司后可能遇到的问题。大家是否听说过这样的说法？像学生时代那样被称为天才，进入好大学的人，
但在进入大企业工作3年后，就变得普通了，因为一旦成为公司员工，几乎不再需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。事实上，在商业领域基本上不需要创造性思考，特别是在入职的第1年，通常会被要求默默听从公司前辈的话，前辈或上司会说让你自己思考，但如果你自己去做，就会被称为傻瓜。结果是，重要的工作几乎不会交给你，被要求学习公司的工作方式。如果讨厌上司和前辈，工作就变得困难了，还要参加酒会听他们的牢骚，接受无聊的人生教训。在这大约3年的时间里，洗脑就完成了。虽然说是洗脑，或者说是教育，这个边界很微妙，但会被公司或行业的逻辑和习惯所影响。那些曾经想要尝试新事物、改变行业的人，最初可能充满了干劲，但他们意识到自己只做了别人告诉他们要做的事情。对于分派的工作，他们不费心思，避免麻烦，变成了普通人。在这3年间，他们几乎没有进行自主思考的训练，他们不敢等待指示，不能容忍失败，他们必须遵守职业人的礼仪，必须参加上司和前辈的饭局等等。由于无数的规定，他们不再考虑提出创新来改变公司或行业。这些都是过去日本式组织理论的情况。即使在那些职场生产力不佳的状况下，由于景气状况良好，只要努力工作，工资也会上涨，事业也能够得以发展。然而，正如你所知道的，情况并非如此。正如通过观察夏普和东芝可以理解的，即使是大公司也可能倒闭，部门可能被裁撤，陷入经营危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。当然，这是很正常的。高度经济增长时代和泡沫时代是异常的。如果在公司工作不顺利，没有创造性思考的能力，那么在公司或行业发生变化时，很可能也无法成功。在工作中取得结果的意义，也在于使自己的生活更加丰富，这就需要培养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的能力。那么，我们停止思考的第2个原因是缺乏知识。接下来，我们将对此进行解释。首先，作为一个重要前提，你应该记住的是，大脑只能认知已知的事物，即使有知识，如果自己认为这些知识不重要，大脑仍然不会认知它们。这是大脑的特点。人类的认知是通过过去的记忆构建的，只有通过将个人认为重要的事物与大脑中的知识及记忆进行比对，认知才能发生。换句话说，大脑无法认知没有在记忆中的或者不知道的事物。举个例子，每天很多经济新闻通过电视、报纸、互联网等进行传播，但如果没有经济学或经济方面的知识，也不进行股票等投资的话，这些信息大多数都会被略过。即使阅读报纸，大脑也几乎无法认知。由于缺乏知识，我们通常会陷入思考停滞。如果没有形成思考的基础知识，就无法对某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解释第3个原因，没有目标。与知识同样重要的是目标。目标是你真心想要实现的事情。只有当你有真正想要实现的目标时，你才会产生思考的动力。不停止思考的人之所以不停止思考，是因为他们有目标。相反，停止思考的人是因为没有目标。很多商务人士本来就没有明确的目标。没有目标意味着没有问题意识。有目标的人不仅关心业绩，还关心公司如何运作，如何得到评价等等。他们每天都对工作和生活保持着问题意识。那么，如何培养问题意识呢？那就是确立目标。只有真正考虑如何改变和改进现状，才会产生对现状的质疑，形成问题意识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思考停滞是大多数我们都会陷入的一种状态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。然而，正如我们强调的那样，如果我们继续按照过去的模式行事，就无法生存下去。因此，自己动脑思考就变得非常必要。或许有人会问，听起来挺有道理，但我具体应该怎样才能开始独立思考呢？好的，我们迎来了期待已久的具体方法。在接下来的内容中，我们将总结一些培养自己头脑思考技能的方法，让你能够更轻松地脱离思考停滞的状态。首先，让我们深入了解这3个关键技巧：摆脱现状、设定质疑常识的目标，以及学习大量的知识。
这三者与导致思考停滞的三个原因形成了对立关系，只要我们采取解决方法，就能够摆脱思考停滞。思考停滞的原因包括受到洗脑、没有设定目标、知识不足等等，而我们可以通过摆脱现状、怀疑常识、设定目标，或者通过习得压倒性的知识来克服这些原因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详细解释这三个关键技巧，因为每一个都对培养头脑思考技能至关重要。首先是摆脱现状，怀疑常识。作为思考的第一步，我们需要摆脱现状，怀疑常识，这是一切的起点。对现状进行肯定只是生活在过去的世界，而怀疑现状则是推动思考的关键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要记住佛陀大约2500年前说过的一句重要的原则：没有绝对普遍的真理。这意味着即使是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，也可能是错误的。我们需要质疑那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观念是否真的正确，是否有其他可能性。通过这种质疑，我们的思维就会得到激活。思考停滞往往是因为人们选择对现状持续肯定的态度，可能是受到洗脑，或者因为被灌输了顺从的观念。我们需要对社会认知中被视为正常的事物提出质疑，因为正常是他人强加给我们的舒适区，人们会因为这种舒适区而感到安心。但事实上，这只是权力者和周围人期望我们一致的结果。因此，对于社会常态，我们需要怀疑是否真的对，是否应该遵循。在日本，这种趋势尤为明显，社会上通常被灌输认为正常是一种良好品质，但是在个人层面上，这种认同可能会成为一种奴役。如果我们不对正常产生怀疑，我们就可能被他人的观念左右，陷入洗脑的状态。所以，在进行个人头脑思考时，对正常进行全面质疑是至关重要的。正如之前提到的，正常是一种最糟糕的词语，它是一种舒适区，是一种后方区域。我们需要勇敢地走出这个舒适区，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考。这意味着要开始质疑我们所接受的价值观，怀疑是否一直活在别人为我们设定的安逸区。当我们的生活方式没有偏离所谓的正常时，努力脱身变得尤为关键。而当我们找到真正的目标时，新的安逸区便会自然而然的形成。我们会为了追逐目标而不断努力，力图摆脱目前的状态，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含义。能够承认为正常的唯一标准是个体自身的认知。只有当我们自己认为某事是正常的时候，我们才能真正感到舒适。在自己的思考和价值观下做选择，才是真正的正常。相反，如果别人认为你不正常，那么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赞美，因为不正常常常是成功的先决条件，这在各行各业都是如此。实际上，许多社会上取得成功的人，包括科学家、艺术家、企业家等，通常都是与众不同的。他们超越了传统的思维和行为模式，因此才能取得卓越的成就。所以，追求目标和摆脱安逸区是取得成功的关键步骤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设定明确的目标变得尤为重要。设定目标的关键在于，它能够使我们的安逸区发生偏移，推动我们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。当我们设定一个可实现的目标时，我们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会自然而然地发生改变。为了实现目标而采取的行动也将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。设定目标不仅仅是为了达到目标本身，更是为了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不断成长和变得更强大。然而，要实现目标，并不仅仅需要积极的行动，还需要充足的知识储备。知识是培养自己的头脑思考技能的关键因素之一。通过不断学习和获取知识，我们能够扩大思维的广度和深度，使自己更有能力用头脑思考。而阅读则是获取知识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，因为书籍中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和经验。因此，保持学习的习惯是摆脱思考停滞的重要步骤之一。综上所述，要培养自己的头脑思考技能，我们需要拒绝现状，质疑常识，设定明确的目标，并不断学习和获取知识。通过这些建议，我们可以逐渐走出思考停滞的状态，拥有更为灵活和独立的思考能力。这对于适应未来不断变化的时代，以及解决各种复杂问题都至关重要。希望大家能够从中找到启示，一同努力培养自己的头脑思考技能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
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